姐夫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温馨的电影居然是恐怖片！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是姐夫。在圣诞、新年这种廉价档期里面，应景的贺岁片自然是不能少。但是显然是这2年疫情的影响，一样是贺岁的电影，但是东西方的诠释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像是 Don't Look Up 千万别抬头，或者是最后一个平安夜，虽然都是以圣诞为背景，但是却不像以往那种全家的那种欢乐的 happy ending， 取而代之的是耸动毁灭式的末日预言。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好像是挺悲观的。反观在韩国，在去年的圣诞档期上映的《原来大饭店》，它是透过7对 couple 的故事呢，传达了人生本来是有一点艰难，但是圣诞跟新年带来新的希望，是一种反向的诠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《原来大饭店》这个电影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也请大家顺手按一下订阅。如果大家觉得讲得好呢，就按赞；讲得不好，按倒赞也没有关系哦。如果大家以为今天聊《原来大饭店》是要做评论，那其实我要反问各位：过年的贺岁片不就是要大家开心轻松？即便是不合理的剧情或者是夸张的配对，看完只要心情很好，那就是好电影啦，不是吗？更何况《原来大饭店》卡司超强，男女主角呢颜值全部爆表。场景也美轮美奂，歌曲好听，又是我的野蛮女友导演郭在容来操刀。如果你要约会不选这部电影，你还有什么可以选呢？今天姐夫就针对这部电影的一些剧情，或许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，但是又想不起来是哪一部电影的部分，为大家做一点整理。那没有整理到的，也欢迎各位一起加入提供意见哦。原来大饭店整部电影一共有7条故事线，那我就针对其中4条故事线来做比较。那观看影片的你也可以一起来动动脑筋，看看你的感觉是不是也跟姐夫一样哦。第一题，难度指数20%。我们先从韩志敏跟金英光这对开始说。那这对相识已经很久的好朋友，女生对男生其实是很有好感的，但老是以朋友的方式在相处，那这种要贵 gay 的女生配上老实男哦，真的是点点点啊。那直到男生在圣诞节的时候跟女生说我要结婚了，女生整个发现为时已晚，之后就开始从中作梗，想要破坏，这让你想到什么电影呢5、4、3、2、1。没错，就是 Julia Roberts 的《新娘不是我》My Best Friend's Wedding， 你想到了吗？1997年的这部《新娘不是我》呢，你除了看 Julia Roberts 大耍剑招之外，你还可以看到当年是新人的卡麦隆·迪亚兹呢被整的那种囧样。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，是蛮有趣的。第二题，难度指数50%。第二对 couple 我们要讲到李栋旭跟袁真儿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饭店的打扫阿姨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啦。那其实它会让你想到哪一部电影呢5、4、3、2、1。如果你想到的是 Julia Roberts 跟 Richard Gere 的麻雀变凤凰 Pretty Woman， 恭喜你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影迷哦。不过我想到的是在2002年由 Jennifer Lopez 演出的女佣变凤凰 Made in Manhattan。他在这个角色的人设上呢，跟原来大饭店是更为接近的，不晓得你想到了没有？第三题，难度指数75%。第三对 couple 我们要聊一下江河娜跟润儿这一对。一个厌世想自杀的男子入住了原来大饭店，竟然跟假装自己是 AI 人工智慧语音的 Monaco 小姐发生了微妙的连结。那这样的剧情又让你联想起哪一部电影呢5、4、3、2、1。这题的难度指数我们提高到75%，因为其实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真的不多。这部电影就是以小丑拿到奥斯卡影帝的瓦昆菲尼克斯主演的《云端情人》Her。在影片中，让瓦昆菲尼克斯陷入恋爱感觉的性感女低音，就是我们的黑寡妇 Scarlett Johansson。那小丑跟黑寡妇的合作，是不是也想让你找来看一下呢？顺便透露一个小小的花絮哦，那就是这部设定在不久的未来电影当中的 LA。居然是在上海拍的，你相信吗？其实它真的是在上海拍的。
第4题真的很难。这条故事线呢是酒店的资深门童跟女企业家的黄昏之恋哦。不过这一题呢，我们仅限看过电影的观众来回答。你有想到是哪一部电影吗5、4、3、2、1。我看到你脸上惊讶的表情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姐夫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鬼影，泰国的鬼影这么温馨的电影居然是恐怖片？我只能说，韩国人真的是很爱装神弄鬼。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从电影里面去发现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梗一旦破了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提示就到这边哦。希望你喜欢今天我们做的比较单元。如果你有想到其他的电影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